拜仁聚餐，凯恩高低得给穆夏拉敬一个。在自己受伤后，面对生猛的海登海姆，穆夏拉梅开二度，帮助拜仁维持住了2个胜场的优势，让凯恩的第1个冠军依然充满希望。其实21岁的穆夏拉从身价上已经是拜仁一哥，那他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球王？我是足球人物区老新人足球司机涵，在穆勒将拜仁太子之位正式移交之际，我们聊聊拜仁新任太子穆夏拉。最近几年，拜仁和德国最值得称赞的投资，就是从英格兰手中把穆夏拉给抢了过来。在德国斯图加特出生的穆夏拉，血统其实挺复杂。他的父亲是尼日利亚籍英国人，叫丹尼尔·理查德；他的母亲卡罗琳·穆夏拉是拥有英国和波兰血统的德国人，而他的父母也都从事过体育项目，父亲也踢过足球，母亲曾是100米和200米运动员，所以穆夏拉也是天赋拉满。5岁到7岁在德国本土青训营时就过人如麻，进球如麻，庆祝都麻了。后来父母搬到英国后，穆夏拉马上被南安普顿青训营选中，几个月后又被切尔西青训营挖走。由于表现始终是闪闪发光，13岁就入选了英格兰 U15， 不仅入选，还3场4球。随后各级 U 字号穆夏拉都是重要球员，德国和拜仁坐不住了，这样的球员必须抢啊！德国 U16 就在18年招揽他打了2场比赛，拜仁则发动挖掘机技能，把穆夏拉从切尔西挖到了自己的 U17青年队。切尔西得到20万欧白花花的银子，拜仁得到一个新太子，双方都很 happy。而被寄予厚望的穆夏拉也开始了自己的飙升之路。2019年8月31日，代表拜仁 U17在德国足球地区联赛中首发登场，并开屏打入第1个进球。2020年6月3日，在对阵普鲁森明斯特的德国丙级联赛中完成拜仁慕尼黑2队首秀，随队获得德国丙级联赛冠军。2020年6月20日，在德甲联赛中替补登场，成为拜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德甲首秀球员，不到1年时间连跳5级，而这中间还被疫情耽误了半年。20到21赛季，17岁的穆夏拉正式出现在拜仁的一线队中，开始频繁刷新拜仁的记录。9月18日，在拜仁主场8比0大胜沙尔克零四的德甲联赛中打入全场最后1个球，成为拜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德甲进球者。2021年2月23日，在拜仁客场4比1大胜拉齐奥的欧冠比赛中打入个人欧冠处子球，成为拜仁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欧冠进球者。而在1个月后，在德国队与冰岛的比赛中，第79分钟换下哈弗茨，完成德国国家队的首秀，让很多德国球迷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这个宝贝终于属于我们了。而且这个宝贝还是个前场万金油，拜仁这20万欧现在看都至少值2000万。但此时的穆夏拉还存在着一个问题，让谨慎的人心存疑虑，就是抬不起头。过人那是真好，甚至在狭小空间内的触球频次和变向让人看到梅西的影子，但更多的时候更像萨内，低着头只管往前冲，神鬼莫测的萨内在20到21赛季德甲和欧冠出场32次，有7个进球，却只有1次助攻。但幸亏他还有一个叫穆勒的老师，在这位前任太子的言传身教下，穆夏拉在保证个人进攻效率的同时，助攻直线上升。21到22赛季8球6助，22到23赛季16球16助。可能大家都惊叹于他1对1持球推进的能力，激动于他超级巨星般个人穿透对手重重防守的表演，譬如对沃尔夫斯堡的这次1条龙。但以自己的个人能力打破场上均衡时，还能注意到场上情况并把球输送出去，才更具价值。譬如在4比0战胜勒沃库森比赛中，突破后传给马内的这个助攻，才让穆夏拉从一个突击手逐渐变成了球队的进攻领袖。但这种踢法有一个重大的隐患，受伤。23到24赛季，穆夏拉就因伤休养了66天，错过拜仁12场比赛，差点没能赶上欧洲杯。恢复健康后的穆夏拉在德国国家队和拜仁都面对着一个问题，球队攻击点太少。德国国家队没有效率高的箭头，拜仁只能靠凯恩进球。以前强大的攻击群或者伤或者状态低迷，那怎么办？超级球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挺身而出。在欧洲杯，穆夏拉打进3球，在拜仁本赛季16场比赛已经12球4助，进攻数据全德甲不是第1就是第2，创造绝佳机会也是全德甲第2。21岁的孩子又当爹又当妈，而这自然还不是穆夏拉的顶线。我们期待他站在世界巅峰的那天。我是足球司机涵，客观看足球，理性八真相。如果你还喜欢这个视频，不妨关注点赞，咱们随时聊。